还在公司上班的我接到了管家给我的电话，没想到和我明里暗里争宠的妹妹居然是出生时被爆错的冒牌货，而我的亲妹妹今天带着亲子鉴定找上门了。那是不是说我这假妹妹要被送回她原本的家了？我一时太兴奋，直接翘了班，准备回家给我这好妹妹收拾行李。刚到家门口，就看见管家在那等我。大小姐，您回来了呀！我俩的神情充满了幸灾乐祸。我那妹妹从小绿茶，爱和我争宠。以前她逃课去看演唱会，回到家时已经是半夜。结果她甩锅给管家，说是管家没去学校接她，害她走了那么久才回家。那天妹妹哭得梨花带雨，任凭管家怎么解释，我那护短的妈妈就是不信，甚至要辞退任职多年的管家，最后还是我求情才让管家留下了的。从此管家心里就记恨起妹妹，每次我俩争吵的时候，她都义无反顾地站在我这边为我辩护。里面战况怎么样？管家神秘兮兮地附在我耳边，您回来的刚刚好，这才刚开始呢。我点点头，推开了门，就看见我那假妹妹纪灵正哭得梨花带雨，就如那次看完演唱会一样。妈妈，既然您的亲生女儿回来了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不打扰你们一家团聚了。还没等我妈开口，就见我那亲妹先说话了。妈妈，我是不是不该来的？姐姐是不是生我气了？我的养父母去世后，我才知道自己是被抱错了。我只是想见见您，如果姐姐不喜欢，我就先走了。好家伙，我在门口看得一愣一愣的。我那亲妹穿着一身素白的连衣裙，眼眶微红，却倔强的不让眼泪流下，像极了一朵盛世白莲。这是什么大型修罗场？绿茶对战白莲吗？不过目前看来，我妈更吃小白莲的那一套。她心疼地抱着小白莲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小鱼，我的宝贝女儿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你的养父母都去世了，你还想去哪？你那么小，怎么养活自己呀？妈妈，我现在勤工俭学，下课就去食堂帮忙刷盘子，我能养活自己的。我妈一听，心疼坏了，死活拉着她的手，要她留下来。我转头看见纪灵铁青的脸色，正冷眼地看着母慈女孝的场面。在我想要笑出声之际，我急忙咳嗽一声，将大家的目光吸引到刚进门的我身上。我妈随着声音将目光锁定了我，她开心地站起身，拉过我的手，和新妹妹介绍道：“小雨，这是你的大姐纪向薇。向薇，这是你的亲生妹妹纪小鱼。”我点点头，笑得礼貌又疏离。已经听说过了，小雨妹妹，你好。纪小鱼表情错愕，大概没想到纪家还有一个大女儿。毕竟我从小被当成继承人培养，之前一直在国外读书，一年到头在家待不了几天。也正是因为从小被认定为继承人，纪灵从小就不服，觉得是我抢走属于她的东西，所以每次回家总会搞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小动作。纪小雨反应过来，对着我露出无害的笑容，有点期待地看着我。姐姐好，如果不是听见刚才那段话，我还真觉得她是人畜无害的小白花。不过也能理解，原本属于自己的身份被人占有享用了18年，在即将换回来之际，冒牌货又用绿茶那一套，想要夺回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是我大概也会用魔法打败魔法。我妈最后两边都舍不得，就让两个人都留在纪家。毕竟纪家家大业大，再养一个女儿根本不是什么难事。纪小鱼的房间被安排在纪灵的隔壁。虽然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我别和这些小屁孩计较，但是看着纪灵吃瘪的样子，我内心倍感酸爽。我是真的讨厌纪灵，是他让我明白，有些人就是天生坏种。那年他6岁，我12岁，当时我已经在国外留学，只有寒暑假的时候才会回来。只是没想到，刚回来就发现纪灵在虐待我养在家的小猫。他和爸妈说，小猫抓他，他才打他的。我看了一眼他手上的抓痕，淡淡的，甚至没出血。而且我的小猫性格温和，根本不会抓人。调监控才发现，是纪灵在虐猫的时候，猫急了，才不小心抓的他。我很生气，但我妈说他还小，不懂事，让我让着他。他很会撒娇，我妈也总得向着他。撒娇的小孩有糖吃，我从小知道。但是纪家的继承人不需要一个只会撒娇的人，所以我拼命读书学习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成年之时，我爸亲手将公司交给了我，而纪灵则被养成了一个只知道内斗耍横、无用的千金大小姐。就连现在的高中都是花钱买进去的，马上就高3了，她的成绩只怕连本科线都过不了。至于纪小鱼，我无感，除了血缘关系以外，我俩似乎没有其他联系。不过用它杀杀纪灵的锐气也挺好的。他看着没有纪灵事多，事实证明我又想多了。刚开完会，我连口水都还没喝，就接到家里的电话。向薇，我是妈妈，你小雨妹妹在学校出事了，你能帮忙去看看吗？我扶额。妈，你怎么不自己去？我妈难为的开口。我昨天刚出国找你爸，来不及赶回来了，我无奈。我妈是个老公保女，恋爱脑，时时刻刻离不开我爸，就连我爸去国外出差都要赶去。我答应道，
行，我去看看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应该也没多大事，听老师说，好像是和同学闹矛盾了。家里这是又送进一尊爱闹事的大佛。我挂完电话，忍不住给远在国外出差的老爸发了一条消息：老爸，咱们家除了我，就生不出一个带脑的玩意儿吗？老爸没回我，他大概也在怀疑自己的基因了。为了方便照顾纪晓瑜，我妈前几天就为他转学了，转到当地有名的私立高中。他现在和纪灵在同一个高中，按照他俩的尿性，绝对要在学校整出新花样。果不其然，我刚到学校，就看见纪晓瑜浑身湿透，披着大浴巾，一言不发地坐在办公室里。站在一边的还有那个惹事精纪灵。纪晓瑜一看见我，微红的眼眶立马挤出眼泪，委屈巴巴地叫了一声姐姐。我淡淡地瞥了一眼，和一旁的老师说道：老师你好，我是他俩的姐姐纪向薇，请问发生了什么事？哎，真的是不想承认是这两个蠢蛋的姐姐。老师也有点难以启齿。纪小姐你好，就是纪灵和纪晓瑜两个人闹矛盾，纪灵将她推进游泳池。调监控了吗？老师错愕。什么？我有点不耐烦，那么大的游泳池，总不会没有监控吧？纪小姐，这没必要吧？毕竟那么多老师看见，是纪灵推的，不是我包庇纪灵。和他相处那么多年，他还不至于蠢到当着那么多人的地方将纪晓瑜推进游泳池。大概是纪灵被抱养的消息传到了学校，他们是什么本性，我最清楚，都是一些看人下菜的东西。这些人当然站在真千金的那一边，他们大概没想到我会想调监控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惊讶不已。特别是纪晓瑜，慌张的神情从他脸上一扫而过，他悄悄地拉了拉我的衣角：姐姐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纪灵姐姐也许是不小心碰到我的，我不想计较了。我冷冷地开口道：作为纪家人，做事情要讲究证据。果然，监控显示纪灵在泳池边挑衅纪晓瑜，说他有人生没人养，但手却没有碰到他。等老师靠近的时候，纪晓瑜一把抓住他的手，然后自己跳进泳池，形成了一种纪灵推他进泳池的视角错觉。监控是最有力的证据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些人做事之前不用脑子思考的吗？纪晓瑜的脸色煞白，连柔弱都忘装了。纪灵嘚瑟地看着他，继续阴阳怪气：现在真相大白了吧？我知道你怪我抢走你那么多年的身份，但我也是受害者，你没有必要这么害我吧？今天要不是姐姐为我做主，我指不定要背这个锅了。纪晓瑜慌张地看向我：姐姐，不是的，我没有。还没等纪晓瑜说完，我一巴掌拍在纪灵脸上：纪向薇，你凭什么打我？所有人愣住了，没有一个人反应过来。什么时候我们家教是这样的？有妈生没妈养这句话需要我回去重复给妈妈听一下吗？纪灵理亏，大气不敢喘。我也懒得听他俩解释，对老师告别道：老师，今天先给他俩请个假吧，我带回去好好教育。好的，纪小姐。我带着两个人出了学校。车上的气氛压抑，纪晓瑜裹着毛巾瑟瑟发抖，而纪灵冷着脸也不肯和我说一句话。我突然有点心疼纪晓瑜，毕竟纪灵的一切原本就属于他，他有怨气是正常的，是我也一样。回去先换套衣服吧，别着凉了。今天的事情谁也不许和爸妈说。我难得的温和让车里两个人都吃惊。纪灵一向不服我，第一个急得跳脚：凭什么呀，纪向薇？这件事又不是我做错了，我凭什么受这个委屈？我一把扯过纪灵的领子，俯下身在他耳边说道：纪灵，就冲你在游泳池说的那些话，别说是纪晓宇了，是我都能把你按在泳池里淹死。纪灵还有些不甘，最后还是没有说话，只是在我下车的时候拉住我，阴森森的在我耳边开口：姐姐，这小白莲的段位可比我高，讨得妈妈多欢心。你就不怕他以后抢走家里的财产吗？我笑了，拍拍他的肩膀：和猪脑讲话，半句都嫌多。就他俩，高考模拟考试一个321分，一个305分，拿什么争？本科都没指望的人，一天到晚就知道痴心妄想。接下来几天，他俩真的没让我过一天好日子。如果不是爸妈不放心他俩单独在家，要求我看着他俩，这个家我真的是一刻也不想待。就比如吃个早饭，两个人都能阴阳怪气对骂。纪灵手里捏着三明治，不经意间的开口：小雨妹妹，昨天半夜和哪个男孩子打电话，打得那么开心呢？是谈恋爱了吗？纪小雨怯生生的小声答道：是我以前同学，我没有谈恋爱。哦，那我昨天可听见你叫亲爱的了。妹妹，撒谎可不是好习惯，而且咱们家可不允许早恋。纪晓瑜神色慌张，把眼神瞟向我，向我求助，低声喃喃叫了一句：姐姐，别看我呀，我可不想管你们的事。但好歹我现在也算家里半个长辈。我放下水杯，语气平静：不想吃了就滚去上学，别在这唧唧歪歪的吵闹。你……纪灵还想说什么，却被我的眼神震慑住了。自从纪晓瑜回来后，她的身份尴尬无比。虽然爸妈说她还是二女儿，还是会像原来一样宠爱她，但是总归不一样，心境也有不同的变化。纪晓瑜带给她的威胁程度远高于我。
因为纪晓瑜无时无刻都在抢走他的宠爱，所以他对纪晓瑜的敌意越来越深，越来越针锋相对。纪灵不甘地收回目光，没有等纪晓瑜吃完饭，就拿起书包，招呼着司机匆匆地走了。没有办法，只能由我开车送纪晓瑜去上学。这是我第一次和这个拥有血缘关系的亲妹妹单独相处。她乖巧地坐在副驾驶上，甚至紧张地咽了一口口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她很怕我。虽然我平常讨厌他们每个人，但是我是会吃人吗？有那么害怕吗？我想打破这尴尬的局面，率先开口：学习进度怎么样？能跟得上吗？纪晓瑜扯了扯嘴角，有点勉强，还行，差点忘了，他模拟考321分。当我没说，等爸妈回来，让他们给你请个家教吧。你这成绩怕是本科线都过不了。爸妈说，姐姐你的成绩一直都很好，你可以教我吗？毕竟请家教挺贵的。纪晓瑜的目光带着一丝期待的光芒，我知道他是想和我拉近关系。但是小妹妹，我工作真的挺忙的。没事，家里有钱，家教还是请得起的。而且我下周要出差，应该没空。纪晓瑜的眼神暗淡下来，似乎有点失落的哦了一声。车厢内又恢复了宁静。从小，纪灵和我针锋相对，她带给我的只有童年的痛苦，没有一丝温情，从而使我对感情、亲情方面都特别冷淡。纪晓瑜的敌意也是一直针对抢走她身份的纪灵，甚至全是纪灵先动手，她才反击的。小白莲花也不过是对他和纪灵之间的暗流涌动中的一种称呼。现在想想，身份没对调的话，有纪晓瑜这个妹妹应该比纪灵好多了吧？虽然他俩的成绩和脑子差不多，但至少坏心眼子没那么多。车开到学校，在纪晓瑜下车之前，我少有的讲了几句好坏。纪灵被妈宠坏了，如果受了什么委屈，记得和我说，和爸妈说，不要自己扛着，变成和我一样冷漠的人。这也是你的家。纪晓瑜一愣，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说。每天维持的乖乖形象突然崩塌，眼眶带着一丝微红，却不像那天刚来的时候的样子。他扬起甜甜的笑容，好，姐姐再见。看着纪晓瑜走进学校，我才放心离开。有的时候血缘关系真的很神奇，平时的我根本不会对家人送这些话，今天却破天荒地嘱咐了那么多。这次的行为就像是破冰行动。纪晓瑜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靠近我了。我在书房工作，他就给我送茶送点心。等我空闲下来的时候，他就给我分享最近好看的新剧。虽然我总是教训他少看剧，马上高考要多用功，但我有点拒绝不了这种若有若无的关心。直到爸妈回来的那一天，我爸当时还在国外出差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纪晓瑜。这个平常一脸严肃的中年男人，表情终于皲裂，又是送副卡，又是送礼物，恨不得养成第二个纪灵，但怕冷落了养了10几年的闺女，又转头安慰纪灵。我忍不住开口，爸，送那多东西，还不如给他俩请个家教来的实在。我拿出这几天他俩的成绩单，饭桌上终于沉默了。纪灵成绩差，好歹是没遗传到我的基因。那你呢？纪晓宇321分，你准备去哪个厂上班？我爸确实有点自恋，不过他高考680分的成绩确实可以自恋一会儿。在成绩和教育这一方面，全国家长大概都统一阵地。刚才那温馨的任女时刻被彻底破坏了。纪灵因为那句没有遗传到基因的话，彻底黑了脸。他在无时无刻地提醒他，他不是纪家人。但我还没好心的要安慰他。我看热闹不嫌事大，可能是遗传到我妈了吧。我妈是那种笨蛋美人，没啥头脑，只长了一颗恋爱脑。平时被纪灵哄得不要不要的，想买什么就给买什么，想做什么都支持他，典型的帮亲不帮理。当年纪灵和同学闹矛盾，他把人推下楼梯，导致小朋友腿骨折，也是我妈花钱摆平的。因为他在我妈面前哭了那么几下，我妈一句话都舍不得骂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从小没少受委屈，自然也和我妈不亲。只是这失败的教育在后期完完全全的体现出来了。300分出头的成绩，爱惹事的性格，都是后期养出来的。爸妈终于正式重视起了2个人的成绩，开始给他俩找家教。白天在学校上课，晚上回来就上家教课，势必要将成绩补回来。2个人每天被繁重的学习打压着，也没空再针锋相对了。我和老爸2人欣慰地在书房喝着茶，享受着片刻的宁静。我爸感慨道：“2个人终于能消停一会儿了。之前玲玲被你妈宠坏了，现在来了一个小雨，也不是省心的。还是你懂事一点，从小不给我们添乱。”我拿着茶杯的手顿了顿，心思有点恍惚。我年纪比妹妹大，当然要让着她一点了，知道他们爱听什么。这句话是我从小到大听得最多的了。果然，我爸很欣慰，向威，还是你懂事，你是最像我的，公司交给你，我最放心了。我笑笑不语，既然得不到偏爱，那就多得到点钱吧。但这种消停日子没几天，纪灵就开始新一轮闹剧。自从纪晓瑜回来后，他的身份只有在私下圈子里流传。爸妈为了给他重视，决定开个认亲仪式，当众宣布纪晓瑜的身份。
只是这一行为在纪灵看来就是狠狠地打他的脸。这不是那在明面上讲，他不是季家的真千金吗？当晚他就按捺不住，当面质问爸妈，不是说好了吗？你们会和原来一样爱我吗？为什么现在又要当众宣布他的身份？我妈也害怕伤了他的心，有些为难地开口安抚道，爸爸妈妈还是爱你的，只是想给妹妹一个身份。那我呢？你想过我吗？大家现在知道他是真的，我是假的了，你们还要放在明面上来，不是就是想让大家嘲笑我吗？纪灵哭得歇斯底里，一遍遍地指责着我爸妈。我妈急得眼眶都红了，手足无措地安慰着。纪灵偏不听，就是让妈妈取消这个认亲仪式。我爸在一边听得烦躁不安，一巴掌拍在纪灵的脸上，是不是平时太宠你了，你才敢这样跟爸妈讲话？这个认亲仪式你不同意也得办。纪灵捂着脸，不可置信地看着爸爸，怨毒的目光一丝丝爬上脸。好，以后有我没他，有他没我。他头也不回地冲出家门。玲，我妈正要追出去，却被我爸拦住，随他去。他还能去呢，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了。都是被你宠坏了。纪晓瑜在一边安慰着妈妈，要不还是听玲姐姐的，咱们还是不办了吧。我爸一听可不答应，他的威严不容被侵犯，不行，必须办。我向纪晓瑜点头示意，让他不要再开口。他点点头，乖巧地坐在一边。不出所料，没一会儿纪灵回来了，但他好像变得不太一样了。他收拾好情绪，脸上看着真心实意，爸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不会闹了。是我抢走小雨妹妹的身份那么多年，我还这么无理取闹，是我对不起大家。爸爸妈妈，你能原谅我吗？能不抛弃我吗？我妈听得心疼死，抱着他哭道，傻孩子，你也是妈妈的乖宝，妈妈怎么会抛弃你呢？随后他又转头和纪晓瑜道歉，小瑜妹妹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这么凶你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他的一反常态打得我们措手不及。纪晓瑜结结巴巴地开口，没关系，我没生气。那就好，以后咱们就是好姐妹了。他开心地拉过纪晓瑜的手，装作姐妹情深的样子。如果不是从小了解她的品性，我大概也要被这纯良的一面骗到。晚间，纪晓瑜敲响我的房间门，姐姐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请进。只见她端着一盒小饼干和小蛋糕走进我的房间。这是她第一次进我的房间，正好奇地打量着一切。比起纪灵的满墙的爱豆海报和各种衣服首饰，我的房间很简洁。我开口询问，怎么了？她扬了扬手中的东西，刚烤的小饼干和蛋糕，姐姐替我尝尝呗。自己做的。我有些惊讶，生活在衣食无忧，甚至纸醉金迷的世界，我从来没尝过家人做的饭和甜点。我好奇地抓了一块饼干，酥酥脆脆的饼干带着一丝奶香，甜甜的，不错，挺好吃的。纪晓瑜松了一口气，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你会不喜欢呢。挺好吃的，这个程度你可以开店了。平日里我很少吃甜食，但是这个小饼干甜而不腻，很符合我的胃口。姐姐，你怎么知道我想开甜品店？小姑娘的眼里闪着不一样的光芒。你想开甜品店？纪晓瑜点点头，眼神充满着向往。对呀，开甜品店是我一直的梦想。反正我的学习成绩不好，也干不了什么大事。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自己的梦想。我开始对他之前的生活有了兴趣。我小心翼翼地询问，你之前的爸妈对你好吗？纪晓瑜思绪飘向远方，久久不肯作答。正当我以为他不愿意回答时，他又突然开口，姐姐，我要是说不好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卖惨？我觉得有点好笑，我有那么坏吗？纪晓瑜脸蛋憋得通红，赶忙解释道，不是，姐姐很好，只是刚来的时候姐姐看着很高冷，所以有点害怕。还没等我开口，他又急忙解释，我之前以为你会和纪灵一样不喜欢我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很喜欢你。我愣在原地，在商场混了那么久，是不是真心的？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这好像是那么多年第一次有人真心实意地说喜欢我。有妹妹是这样的感觉吗？他们有打过你吗？纪晓瑜点点头，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了，他们也一直寻找我的亲生父母，他们觉得是我占了他们女儿的位置，所以时常打我。姐姐，我不是想抢走谁的位置，我只是想找到爸爸妈妈和你而已。纪晓宇哭了，我第一次感觉到手足无措的感觉，也第一次有了保护一个人的想法，只不过没想到差一点我就永久失去他。纪灵消停了好几天，一直在家保持和和睦睦的样子，直到认亲仪式的那天。认亲仪式在我们自家酒店举行，除了商业上的伙伴和一些亲朋好友之外，还有他俩的同学。爸妈为了不偏袒任何一个人，给纪灵和纪晓瑜都买了同一款高定礼服。临近仪式开始，爸妈才带着我们3个出发。爸妈，能让我和你们坐同一辆车吗？让小雨妹妹和姐姐坐一起，由于她最近表现得很好，这种小事也由着她。等上车时，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也不知道憋了什么坏主意。我有严重的晕车，平时都习惯自己开车，才不会晕。这次也一样，我拒绝司机，带着纪晓瑜开着车往现场赶。
但我后悔了，上车5分钟后我就发现了不对劲，刹车失灵了。我紧握着方向盘，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静，将车往人少安全的道路上开。纪晓瑜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，这不是开往酒店的路。姐姐，怎么啦？咱们要去哪？我深呼一口气，车速越来越快。我想起了纪灵刚才的眼神，不禁吓出冷汗。真的会是他吗？随着车一次次地急速拐弯，纪晓瑜被撞得左右摇摆。再迟钝的人也发现了问题的所在。姐姐，怎么了？车怎么失灵了？刹车失灵了，抓牢扶手，稳住！相信我，我一道道地避开弯道，在拼命地与死神赛跑。该死的纪灵居然想要我们的命！车最终还是失控，猛烈地撞上栏杆。安全气囊被弹出，但由于惯性，纪晓瑜被撞击得昏迷了。任凭我怎么喊，纪晓瑜都陷入昏迷，没有作答。此时，车一半悬空在半空中，只要我轻轻一动，就有下坠的风险。我着急地摸索着手机，赶忙拨打了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。只要我偏过头，就能看见纪晓瑜额头大片的血液流出。我一遍遍喊着他的名字，都无声作答。警察来得很快，我们成功获救。只是经过猛烈的撞击，一块长长的碎玻璃插入了纪晓瑜的腹部。救护车上，纪晓瑜陷入了休克。被送往医院的途中，交警和警察迅速查明事情真相。果不其然，行车记录仪清楚地记录着是纪灵恶意损坏了刹车。我握着手机，在急救室等着结果。爸妈听到消息后，带着纪灵赶到医院。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，站在他们面前宠爱了10几年的女儿是怎么的恶魔。看到他的第一眼，我就再也忍不住了，上去就是一巴掌打在他脸上，用力一脚将他踹在地上。正等我的拳头要落下之时，爸妈拦住我：“向薇，快住手！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？”这是我第一次情绪崩溃，我对着他们怒吼道：“你们问问你的乖女儿做了什么？她弄坏了我车的刹车，害得小鱼现在生死未卜。”爸妈难以置信，而纪灵还在否认：“我没有。”爸妈，你们要相信我，我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？我站起身，冷眼俯视他，这些话你和警察说去吧。你看看在证据面前，他们愿不愿意相信你的话？纪灵被警察带走了，爸妈像是老了10多岁一般，瘫在椅子上，一言不发。幸好纪晓瑜并没有多大事，手术后昏迷了1天，他就醒了。但一切都还没有结束，纪灵被我告了，杀人未遂。他还是一个刚成年的学生，作案的手法并不高明，漏洞百出。我妈当时还说会不会太严重了，好歹纪灵也是我的妹妹。我被气笑了，我问她是不是人死了才能算严重，她不说话了。纪灵最后被判了10年，她的一生被她自己毁了。法庭上，她一直嚷嚷都是我和纪晓瑜抢走了她的一切，我们死有余辜。她那发疯的模样真的恶心坏了。好在她再也和我们没有关系了。番外纪晓瑜视角，我叫纪晓瑜，今年18岁。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我不是爸妈亲生的了。我是当时在医院抱错的小孩，他们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女儿，爸妈觉得我抢走了他们小孩的位置，对我一直不太好，不是拳打脚踢，就是言语辱骂。也是在这样的环境，我学会了看人下菜，充当一个无害的白莲花保护自己。有一天，爸爸又喝醉了，在他要打我之前，我赶紧跑出去了。坐在当年被抱错的医院门口，我在想，如果我没被抱错，我的亲生父母会不会很爱我？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爸爸在这年死于酒精中毒，而我妈妈也过劳死了。我终于找到了亲生父母，但是那个和我抱错的女孩却对我有很大的敌意。她那阴阳怪气的模样，让我也忍不住用魔法打败魔法。好在妈妈吃我这一套，没有理会那个女孩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家里居然还有一个姐姐，她长得很漂亮，看着特别高冷。她对家人很冷淡，像是平等讨厌每个人。而且她经常幸灾乐祸地看着我和纪灵互掐，但是我就是忍不住想接近她，想和她亲近。渐渐的，我发现她好像不会那么难相处。虽然她总嫌弃我笨，学习成绩差，她总是不经意间护着我，告诉我受了委屈要讲，这里也是我的家。这是她第一次和我说软话。她也爱追剧，也爱吃甜食，特别是我做的甜食。我很开心有一个漂亮且强大的姐姐。当然，在纪灵没有发疯之前，那天的认亲仪式，纪灵发了疯的在我们的车上做了手脚，我差点没命。当我睁开眼时，看见姐姐那哭红的眼眶。她也有脆弱害怕的一刻，她也是一个需要被呵护的女孩子。那一刻，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，我要努力强大起来，以后做她的靠山。